Hello，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法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有关这个中国政治的问题哈。那么今天我们想讨论一下什么呢？就是我对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看法啊。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本来呢你不应该去讨论你们国家主席是怎么样的，因为中国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啊，不像外国你是可以讨论国家主席是怎么样，或者说他好还是坏。但是呢，我觉得呢，既然在国外吧，我就稍微以一种不偏不倚，稍微公正客观一点的。我已经讲了很多次这个稍微，也就不要说什么，我觉得吧，有一些说法我不是特别同意啊，就比如说有一些网站吧，有一些这个网络大 V 吧，或者是说海外这民运的人士啊，他们对这个习近平的评价，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是他文化比较低啊，什么没有政绩啊，或者这些。一些比较从人格上面进行这个批判的这种啊，包括就是说他想做皇帝啊，什么终身独裁啊，权力欲很强啊这些，我觉得这样去批判一个人呢，呃，倒不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但是呢，我也不是说像国内一样把习近平捧成神一样，是吧？拿了一本习近平语录啊，什么研读习近平的金句啊，然后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很了不起啊，这种呢我也不赞成。那么我对习近平这个人到底应该怎么看呢？啊，我是有我自己的看法。那么怎么去讲这个事情呢？我就先讲一下从这个发型上面来讲这个人吧。那么我觉得呢，发型呢是很可以看出一个男性的这个性格这方面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最近我发现，比如像司东纪，还有包括周周侃啊，还有包括我本身哈，大川法师啊，都是属于那种头发比较少的啊，头发比较少啊。周周侃呢，他在戴这个帽子呢，我看他帽子下面那个露出来的头发呢还是有限的哈，所以呢，我猜测他应该也是剃个光头吧，至少发型不是那种留长发的发型。那么这些光头的这些发型的这个男性啊，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呢？我就从我自己个人的这个亲身体验来跟你们讲一下吧。就说以前我看过一个视频嘛，他就说这个男人的头发呢有很多呢是可以反映他性格，比如说长发的这些男的呢就艺术家性格，尤其是长发还烫卷的那些，就是他们呢就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不容易跟人接近，但是内心呢十分的就敏感。非常细致啊，很容易受到伤害啊，经常就是说，容易处于一种比较忧郁的状态，但是呢，有的时候有一些艺术的才能啊，这就是一个长头发的男性的一个特征。那么光头的男性是哪些呢？比如说包括像什么，像那个叫什么一些这个美国这个摔跤大联盟啊，什么这些就是运动上面啊这些，就这些人呢，就是相对来讲呢比较真诚一点啊，他们讲话呢不喜欢遮遮掩掩。但是呢，不是说他们讲的是真相，而是说他们说话呢不喜欢拐弯抹角，有的时候呢喜欢直指本质，他们喜欢把这个漂亮话、客套话、这个人情啊、关系啊这些，他们认为这些很无聊的东西都给它去掉啊，所以呢他们才会剃光头，就是因为呢很多人都认为呢，比如说光头是因为什么头发少了啊，然后呢是因为秃头。然后，所以他才剃光头。但是这种看法呢，有一半正确，但是有一半是不正确的啊。就以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来讲，就是秃头呢，实际上是有两种办法去应对的。一种呢，就是说你想办法把其他地方的头发给留起来，然后用各种的这种技巧啊，梳头的技巧，然后把这个头发呢装作看起来很多的样子。你比如说女性就很少秃头，是因为女性不掉头发吗？倒不是，就是因为她们对这个头发的打理啊非常仔细，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去打理头发。那么就是她们很清楚自己头发往哪里去遮掩，能把这个头发少的部分给遮掩住，能够把她们这个秃头的也不叫秃头了，就掉头发比较多的这个事实能够掩盖住。男性呢也有这样的人，就是说他虽然遇到了这个秃头的问题，但是呢他比如说他把这个头发呢这边遮掩一下，那边遮掩一下，也可以维持很多年。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我大概在二十岁后半吧，就是25岁左右开始呢，就其实就有个头发的问题，就是这个主要是觉得很烦躁，掉头发会比较多的话，你就会每天这个打扫卫生呐、还有这些都很烦。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比如说你早上7点钟起来，然后你把头发整得很干净了啊，整的这边遮掩一下，把你这个头发少的地方给遮掩住了啊，梳得好好的啊，发胶一喷，高高兴兴出去了。然后比如说你在大学的时候，下午跑去做个运动，哎呀，你这个头发啊，马上就汗水一湿吧，就是这个非常的感觉非常的不好，马上就贴在这个头皮上面啊，什么，然后就是形状就是形状又破坏掉了，然后最后就是总之就是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吧。然后不舒服之后呢，而且那个形象也没有了，就是
所以呢，就说，头发少哈，然后就是要对自己的头发进行打理呢，这种方法呢，就会导致这个人呢会缺乏运动啊，就是他不愿意流汗，不愿意出汗，一定要待在空调房里面，然后呢，这个不能动啊，不能随便动，也怕风吹什么这些，就是很多这个行为呢就会变得很有限制。那么，与其做这样的，每天花很多的时间去打理头发，然后呢，行为又变得很多限制，因为女性吧，你把头发打理好了，行为受点限制，不运动啊什么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男人的话，有的时候觉得把这个头发给剃光了，剃光之后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是你不烦躁了啊，就是你家里打扫卫生，你是绝对看不到头发的啊，也不需要买吹风机，然后呢，这个头发非常快就能干。然后呢，同时呢，也不用花什么洗发水啊，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呢，都能省下一大笔开支啊，也不用去理发店了，自己整理整理就可以了哈。这个你弄个电推子啊，或者各种方面啊，你用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呢，你每天你就可以自己打理自己的头发哈，就是自食其力哈。所以呢，光头的人呢，就是很怕这些很烦的事情，然后也很讨厌这种浪费时间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打扫卫生要扫头发啊，还有包括就是每天弄头发花很多时间呢，然后就是这个行动受到束缚啊，就是你不能够尽力的去运动啊，不能够去流汗啊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些人的这个性格呢，就是说他说话呢就不喜欢拐弯抹角啊，就特别直来直去。那么讲话呢，经常容易伤害到别人啊，所以呢，这就是这些人的一个性格特点。为什么讲那么多光头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说，这就是为了引发一个对于习近平这个人什么性格的一个讨论啊。因为之前那个视频我看的时候，他是说光头的人比较真诚啊，然后长头发的人呢比较叫做是敏感啊，比较容易受伤害啊，有艺术家气质。但同时呢，这个男性呢还有一种发型叫做七三分啊，就是这个呢，这个发型呢，就是很特殊的一个发型。这种发型的人的性格呢，就是对自己的魅力很有自信啊。他年轻的时候啊，一般都很受欢迎啊，就比这些光头的这些呢，可能都还要受欢迎一点。就年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女性缘的这些人呢，就一般都是七三分的。那么为什么这个七三分的人的这个性格会是这样呢？因为你要想啊，有一种发型叫做中分哈，中分的发型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你经常在这个照片或者说在这个影像当中检查自己的形象的时候，中分和这个光头呢，它是对称的啊，所以呢，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是呢，这个七三分的这种发型呢，因为呢，你在这个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的形象呢，和你在现实当中的自己的形象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你经常出席这种，你有经常拍照片呢，或者经常要有这种视频给录下来啊，你如果是输七三分的话，那么你很容易发现这个你在这个屏幕里面出现的形象和你在这个镜子里面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啊。虽然这个区别非常的小，但是呢，它是存在的。那么一旦你发现有这个区别的存在的时候呢，你还是觉得自己很有魅力的话呢，这就说明你这个自信非常的强啊，自信心非常的强。就是比如说有些很漂亮的女性吧，她也会觉得就是说输七三分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就是女性比较敏感嘛，就是一点很小的一些变化呢，她就觉得哎呀这个好难看啊，就是说有些美女就是看到自己的照片呢，会觉得很丑啊。为什么呢？因为她和她自己在镜子里面看到的自己的是反过来的。那么就是这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他们就觉得这个差一个角度呢，就反而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难看。所以呢，有些女的呢，她就不梳七三分的发型，她有的时候就梳一些刘海呀、什么这种，就是这个左右对称的这个发型啊，就导致就能让自己在这个照片里面呢和这个镜子里面呢差距不大啊，那么就缓解了他们这种就是说这种看到自己和自己不一样的这种惶恐的这种感觉哈。所以呢，这种有没有自信啊，就和这个输不输七三分呢，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呢，我就推测他这个年轻的时候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他能够找到这个彭丽媛这样的女性做老婆哈，因为他以前呢，说句实在话呢，他以前做的这个官小的时候吧，你说这个彭丽媛会看上他，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本事大吗？还是说他以后会做国家主席啊？这肯定不是啊，那肯定是跟他魅力有关系嘛，就是他有自信啊，他非常有自信，年轻的时候也很有魅力，但是呢，现在已经六十出头了吧，60多了吧。那么这个时候呢，
年轻的时候很有魅力的人呢，有些话就说这个长大之后啊，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已经变成大叔了，已经变成年纪上已经不是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能够吸引异性的时候呢，他就会变得有点人呐，就是老是会以自己年轻时候的那种东西来推断自己老后的。你不要看他表面上看起来已经60多了，他内心住着的那个人呢，还是30多岁。所以呢，这种自信比较高的人呢，在年老的时候呢，还会比较冲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啊。就是这个人际关系呢，你年轻的时候呢，你有魅力的时候，大家都护着你哈，大家都照顾你。但是你年纪大的时候呢，你还是以这种年轻的态度去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会得罪很多人哈，这就是一个有魅力、有自信的人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啊。比如说现在的小鲜肉啊，我随便举一个啊，他们现在长得是特别帅哈，但是等他们年纪大了，到了50岁的时候，现在人家把他当众星捧月，当做什么赚钱的这个摇钱树，什么电影里面请他们啊演个7分钟，什么给他们几千万什么的，这个很普遍的话，等他年纪大了之后呢，他就会变得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所谓的老戏骨那样的人，因为呢，他那个时候还会把他年轻的时候的那些成就啊当做是真实的。有那个马南波杰克那个动漫，它里面就是这样，那种非常非常凄惨的老年啊，他会有这个可能性。习近平呢，在外貌上来分析呢，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性格。你看中国以前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是梳这个背头的哈，他是一个就是左右对称的一个发型。习近平实际上是第一个73分的中国领导人，所以呢，他是第一个就是对自己的魅力很有自信的这个中国领导人，他依然还对自己很有自信。比如说，我以前看有些73分啊，比如说这个老梁的那个73分啊，你别看他这个长得是老梁，可能长得并不是你眼中的那个帅哥什么，但是他讲话的时候呢，他很有自信心哈。他这个因为他是73分的嘛，所以呢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这个信心是比较足的嘛，所以他讲话里面呢是充满着这个力量的哈。充满着这个显示自己魅力的啊，这个人呢长得帅不帅呢，和他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呢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哈。他认为自己很帅的话，他就输个73分啊，但如果不认为自己很帅的话呢，他就会输个就是55分的啊，或者说这个就是左右对称的。你像那个小李子吧，就是里昂纳多迪卡比奥哈，我感觉哈，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啊输73分比较多。但是呢，他现在年纪稍微大了一点，然后开始拿什么奥斯卡影帝啊，然后开始演一些很严肃的话题的这个时代的小李子呢，基本上都输背头了哈，他就不输这个73分了。就是说他彻底的放弃了自己的魅力之后呢，他的演技才有了这个更高的成就啊，才拿到了奥斯卡金奖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可能他现在也偷偷爱输73分，但是就是说他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对自己的认识已经不一样。但是习近平这种到60多岁呢，还在输73分的人呢，就说明他至少对现在自己的魅力呢还是非常有自信的。所以呢，这个呢实际上就导致他得罪了很多人哈，这是没办法的。但是这个呢不是说他的坏话，而是说一个国家领导人有自信不是挺好的吗？对吧？但是你如果有自信的时候做了一个错误的决断的话，人家劝你就不听嘛，不就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习近平这个性格呢，我觉得他是一个没有政绩的人啊。有人批判他啊，有人批判他说的毫无政绩啊，学历很低。这个呢，我觉得这个是纯批判啊，不是把一个人完整的来看啊。一个人没有政绩，但是呢又能爬得比较高的话呢，那就证明他没有错误啊。就是你有些有政绩的人呢，他经常会犯很多错误啊。他为了得到这个政绩呢，比如说这么官商勾结啊，然后贪污腐败啊，做了很多见不得光的事情啊。比如说最典型的什么薄熙来这些哈，当然你说薄熙来是被人陷害的也有可能，但是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对比啊，就薄熙来这种是很有政绩的，但是呢，可能里面有很多错误啊，有很多黑的地方，有很多能够让人抓住小辫子啊、抓住马脚的东西。那习近平呢，他没有政绩。但是呢，他就没有什么地方能够被人抓住小辫子。那么从这一点上面呢，我觉得对他的性格分析呢，就是他不是那种学霸性的人物哈，但是他很仔细哈，就是说，你像那个学霸，比如说做选择题什么，他们有的时候做的特别快，他们有自己的一道特别的算法，尤其是在这个排除选择题里面的这些非正确答案选项上面，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这种古灵精怪的做法，所以他们做题特别快。但是这些学霸呢，他基本上他就不喜欢检查，那么他就这个有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一些小的这个失误哈，一种粗心大意啊，而丢分嘛。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说他特别喜欢检查，他凡事呢一件事呢做好几遍，然后呢这个题目呢到最后呢
就是老师喊交卷之前，他还要检查一下啊。那么就说这种人呢，就是像什么习近平这种人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很仔细检查的一个人。他的效率呢肯定不高啊，因为他没有证据就证明他对这个效率的追求啊并不是很高。但是呢，他对这个错误的防范啊，他在堵各个方面的这个缺口的方面呢，确实能力应该是很高的啊。我们就属于不偏不倚、公正的来评价一个人啊，就是当然了，我也不是什么中南海有什么特别的情报，我只是说按照我所得到的一些情报，对他进行一个人物分析、性格分析哈，对还是不对，反正一家之言嘛，就终归比有些骂他骂的狗血淋头那些呢，稍微还是手下留情了一点哈。我也不是想搞得这么对吧？把自己国家领导人批判的一文不值，我也不是这种人是吧？他很喜欢检查，那么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非常相信自己的手下人啊。那么一个非常善于检查的领导呢，他对自己手下人的很多地方呢，无微不至的去把它观察下来，那么就是导致呢，就是说这个手下人到底有没有问题啊，或者说这个能不能够信任这些东西呢？他会花很多时间去判断，然后呢，所以呢，他的手下人呢，基本上都是比较足以信任，他也敢用啊。所以呢，就说当习近平当上这个国家主席之后呢，他非常喜欢提拔自己用过的人，因为这些人呢都是被他仔细检查过的啊。他对什么事情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他选的人呢，相对来讲呢，也是各个方面呢，在他的执政方面呢，也是属于比较不容易被人抓到小辫子，不容易给人抓到马脚的人。所以这些人他信得过，他才敢用这种人。所以呢，在习近平当上这个国家主席之后，他大力提拔自己以前的亲信嘛，这就是他一个人的性格导致的结果。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本来呢，我觉得他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善恶的问题，也文化高不高、低不低啊，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导啊，没有人说一定要智商很高，或者说文化很高，这个不关事情的。比如说以前那个美国的小布什，据说智商非常的低，但是他照样当美国总统啊，也没有什么问题。你这个克林顿据说智商很高，他还不是搞了个莱文斯基一样的。就所以呢，这个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一个是国家领导人适不适合，跟他有没有文化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当时中国共产党会选这个习近平当他们领导呢，看中的一个重要的点呢，就是这个习近平这个人特别仔细哈，他不犯错误啊，他基本上把所有的这个漏洞都能堵得住。那么所以呢，大家都认为呢，他是一个可以维持中国共产党稳定的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哈。但是当这个习近平真的当上了这个国家主席之后呢，他真的就是把维稳当做了首位。首先呢，他认为这个国家领导人啊，你多当几届，这个才更稳定嘛，对吧？你这个当2届，那国家不就不稳嘛，对吧？他的所有的中心思想都是从维稳这个角度去出发的。那么所以呢，他就搞了一个终身连任，人家那就不对了，就你这个人呢，一辈子这个效率啊，就没有证明过你是有效率的。你所擅长的就是检查。就是检查各个地方出的问题啊，那么你所擅长的只有维稳，那么你当个10年，可能对中国的影响啊还不会很大，但是你如果当个20年的话，那就有问题了。你这个中国的这个效率会牺牲到什么程度呢？同时呢，你这个维稳的费用又得提升到什么地方呢？我们必须要说哈，比如说你开发一个新的东西啊，为什么有些美国的这个厂商开发一个东西之后呢？他如果要开始给他加一些安全装置之后，他这个开发的费用又开始翻倍的成长啊！在一些有追求效率追求科技创新的企业呢，在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呢，他也必须把这个安全装置给它做进去啊！所以呢，这就是维稳的费用啊！就是你每一个事情，你要把它做的完美啊，你要做的它完美无缺的话，实际上要花的费用比你想象的多很多。比如说你生产一个东西，你要它90%的安全的话，他可能只要花$10就能把它做出来，但你要说要把它从90%的安全提升到95%的时候呢，你觉得到90%才$10，那么你到95%，大不了就是开发成本变成$20啊，翻一倍它还到不了95%吗？恰恰相反，在剩下的那一部分呢，是随机性很大的东西，就是说。固定的东西呢，都已经该固定的都固定了，90%的都已经固定了，剩下的全部都是随机的。你要做的那个防范措施呢，其实是外围上限是没有的。所以呢，结果你为了提升这到95%这个比例呢，实际上你要花10倍或者20倍的价钱。就比如说你的开发到90%的时候，你要$10，然后你开发到95%的时候，你可能那个成本就是$200。
那么这个呢，就是维稳的这个成本到底为什么会这么高的一个理由。就你如果说一个零件是这样的话，或者一个产品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一个国家的时候，你如果说啊，我们现在生活比较安定，90%的安定，但是我们现在呢，哎，习近平上来了，说我们要把这个安定提升到95%，那行了，你这个维稳的这开支啊，你就根本就挡不住啊，你永远都挡不住，然后你这个财政的负担呢就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中国本身并不富裕哈，你说这种做这个环保的，做这个降低事故率的，这些不都是大企业吗？这不是都有钱的企业吗？你哪有什么听说过什么刚开始创业的这种山寨企业就开始做这些东西啊？山寨企业能搞个80%、90%，他就很满足了。他我何必去搞个95%？反正我打一枪就跑了，我这个东西卖一段时间就不卖了，是吧？我何必花这个钱去给他做这个安保啊，或者怎样？出事故再说吧。所以你像这个拼多多什么这些东西，它为什么便宜啊？它便宜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它把这个成品的这个比例给下降了嘛。就是说，中国以前卖这个东西在世界上卖的火，原因是什么？也不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安全嘛。这不安全呢，也只是说下降了一点点哈。就比如说你本来这个美国的东西90%呢不会出事故啊，中国的东西呢这个80%不会出事故，结果你一看呢，中国东西比美国便宜一半啊，美国这个那么贵啊，然后美国的那个企业呢还在想办法说我要从90%提升到95%，然后中国呢20%就可以了，然后就你看中国就那么便宜。那么你像拼多多这些山寨产品，那也是一样的嘛。你看着它是便宜啊，但是它这个所有的这些安全的措施啊，什么该放的东西都没有，它就光是大量生产，它就是光提升效率的，它没有考虑安全的问题，当然就便宜了。但是呢，你说它不考虑安全，那么它就很不安全嘛？也不是很不安全，只是说比例呢就变成了可能是90%就降到80%啊，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计算，这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法则哈。所以呢，就说在中国呢你说中国现在选了这个习近平呢，实际上当时呢可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啊，大家都认为习近平能够让这个国家更加稳定，但是到了现在的时候呢，就是在中美贸易战这个背景之下呢，你会发现呢，他在习近平要追求维稳的过程当中，要花费很大的国内财政的负担的同时呢，他又要和美国展开贸易战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这个人选就选错了。就是人呢，就是这么回事啊。这人不是说因为他有善恶或者有他道德性的问题哈，而是说他一个人呢，在他不应该的位置上出现了啊。你本来你这种人呢，你这种比如说你这个7-3分的，你对自己很有自信的，很固执的啊，不听人家意见的。然后呢，你的最大特长是搞维稳的，是帮人家检查错误的，是找出各种漏洞的。然后你这种人呢，你其实应该去做质检哈，你应该在中国里面，你当个什么3把手、4把手啊，专门管什么政法啊，什么这些那些，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员。但是你做到这个国家的第一把手呢，你就出问题了。那就是说你整个国家这个经费呢，都跟着你去跑。然后呢，你最后得出的结果呢，并不是得到了一个更好的东西，只是说把一个东西变得更安全了。但这个东西还是这个东西，是那个手机还是那台手机啊，没有变化啊。就你中国现在有这个财政能力去追求这个社保这种级别的社保吗？你有想想看，你把这个社保基金给追加了，你给这个社保费增加了这些社保费之后，人民又能得到多少呢？你也得不到多少呀。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习近平的一个评价吧。他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啊。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那谢谢大家，拜拜。